一营准备，放。 准备攻击！太棒了！二营准备。参谋长，是330高地，我遭到蓝方导弹袭击，遭到蓝方导弹袭击。洞洞3完成任务，请求返航。可以返航。洞洞3明白。报告长官，前沿一线工事全面摧毁，正在组织抢修。我知道了，做好出击准备。是。远火，远火。洞洞1，远火以15坐标，请求开火。可以开火。 子弹能出来！出来！截获了一份红军指挥部发给炮团朱团长的最新命令，要求炮团加速前进，6点30分前到达330高地设置火炮阵地，晚7时对535阵地实施打击，7点30分炮火准备完毕，发起地面进攻。什么？徐政委，你也不是外人，我先安排完工作，再陪您聊钓鱼的事儿啊。这样，你们俩以处旅长的口气发布一道命令，让朱团长在离狼山50公里处。 先安营扎寨，开火吃饭，好好休息休息。总决战改为明天早上拂晓。好。哎，这演习不是今天夜里凌晨结束吗？哦，对对，我差点给弄穿帮了。那就今天晚上10点吧。好，谢谢徐政委。走。哎呀，徐政委，我忘了给您介绍了。您看到那台面包车了吧？ 那里面有一个信息作战平台，可以了解到离我们千里之外的作战信息，而且它也是一个信息站的控制中心。我刚才拟定下达的那道命令，就会从那个面包车发出去，然后直接进入909旅和红军的通信网络系统，而且真假难辨。原来是这样，真让人难以置信了。
这可是我军目前最先进的 W8AP 电子战系统，攻击性强，安全性高，而且能非常准确的把我刚才的那道假命令植入到909以及红军的通信系统中。那我们单位怎么没配发呀？这是一套军民融合的高科技产品，是由好几家民营高科技企业和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共同开发研制成功的。开战前才运到山豹旅进行实战测试，效果非常好，估计不久就会给部队列装了。徐政委，我马上就要回前线了，但是有一个谜我始终都没解开。909里，你还有什么不知道？我很想知道，那支神秘的特战大队到底在哪儿啊？我不会告诉你，最起码在演习结束之前。行，就像我现在也不会放了你一样呗。政委，给909旅朱团长的指令已经发出，并收到回电，电文是：谢谢旅长关怀。OK 了，徐政委，那我就失陪了，我得赶到狼山去接待你们的楚旅长。哎，您的电话还给您，您可以给楚旅长打个电话，如果他要真的想打，那就一定得把那2个开火吃饭的炮营赶紧拉上。没有炮兵参战，就像节日里没有烟花，很沉闷，不精彩。旅长，进来吧，马上就开战了。我就在外面，我要亲耳听听我们炮团的炮声。9、8、7、6、5、4、3、2、1，开炮！朱团长，朱团长，喂，怎么回事？有线无线都不通了，怎么搞的？快查！是。赶紧查！是。政委，旅长，是政委电话。快接听。政委，你好，你在哪里？先不要问我在哪了，朱团长2个炮营还在50公里以外宿营呢。政委，你是怎么知道的？我们所有的通信频段和网络都被蓝军破解了。韩鹏的信息情报黑手已经渗透到我们所有的通信系统内部，我们所有的指令都被韩鹏调包了。我可以告诉你，是山豹人。你认为童飞亲口告诉我，炮团朱团长回的信息我都看过。你们还蒙在鼓里，你们赶紧采取措施吧。政委，你说什么？山豹旅政委跑到澄海去了？是的，我们的注意力全盯在韩鹏身上，没想到这个童飞这么厉害。他就是国际关系学院专门研究外军心理战的专家。这次搞的什么假绑架呀、假信息，全是他谋划和指挥的。他们一直在给我们搞心理战，我们还给他们收手了。不会吧，政委？怎么会是这样呢？丁凯呀，你别不会吧？都死到临头了，你们就等着吧。不会又是韩鹏的心理战吧？山豹旅的心理战
就始终没有停止过。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心理战了。心理战，心理战，我们就这么脆弱了吗？现在不管什么战，马上派人沿路去把炮团找到，让他们无论如何，在22点前赶到330高地。祖母发起时间推迟到22点30分。关闭所有无线电台，全部使用有线电话。万一他们赶不到330高地怎么办？炮团赶不到，我们也要发起地面进攻。是，杨参谋到。你带辆车沿公路往安七路方向寻找，见到朱团长后，要他们火速开拔。是。现在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通知摩博二营，让他们立刻赶到535防线。是。林参谋到。你马上去一趟摩博二营。我叫3号台让他们来个人就是了。不行，绝对不行！现在启动任何电磁或通讯设备都会有泄密和暴露的危险。是。参谋长，我一个小参谋直接去炮台下命令，朱团长他们不信我怎么办？不会吧？朱团长又不是不认识你。你看你能不能给我开个条子什么的？空口无凭的，我怕去了也是浪费时间。谁给你开合适的？你开就行，你是参谋长吗？我写了，朱团长不一定相信吧？最好还是让旅长开吧。旅长，小杨说的也有道理。哪个小杨？就是要去炮团传达你命令的杨参谋。怎么他还没走？返回来了。他想让你写个手谕给他。他空口无凭，怕朱团长怀疑他有诈。这叫什么逻辑啊？拿着我的命令就不是诈了？如果认为诈，诈骗的级别更高，欺骗性越大。旅长，这也不能怪杨参谋他们。这几天让山包里的心理战、信息战弄得有点信任危机了，他怕他人情言微，调不动部队。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决战2017演习，丁凯，21世纪了，啊，一支机械化、信息化迈进的军队，传达个命令，还要旅长写手谕，这是要倒退几个世纪啊？需不需要我再派2匹快马，再让你带上几个虎符之类小物件？你难道不觉得难堪吗？啊，不觉得可笑吗？可现在手机不能打，电台不能开，有线电话还没接通，究竟朱团长他们现在何处？他们接到的是什么样的命令，就敢在路上停止不前？目前一切情况还不得而知。小杨参谋光凭嘴说，恐怕还真有点难以让人信服。你说呢，旅长？要我是朱团长，我也不信啊！哼，要说不信，首先是你们不自信。你们啊，这不是逼着我走回头路吗？告诉通信营长，总攻开始前必须把通信问题全部给我解决。自动化指挥方舱和通讯方舱都是随火车过来的，这不，指挥部位置刚确定下来，正在往这边调呢。但等他到了，恐怕来不及。参谋长，那你说，这手谕该怎么写呢？该怎么措辞呢？粉面条快点啊，菜也快点。团长，10分钟后开饭。加菜了没有？让战士们都吃饱吃好啊！已经加了，每个活单位补助300块了。很好，吃吧。10分钟后开饭啊！好。好。哎，团长，咱们演习是不是推迟了？如果是，那肯定是首长有事来不了，没人看，演也白演啊。这一整天，这命令朝令夕改的，到现在我都没弄明白，让我们在这50公里外宿营待命什么意思？还不如让我们在这儿架起炮打过去呢。哎，我看行，全部用增程导弹打，
100公里内命中目标没问题，省着我们这一天东奔西跑的，这仗打的炮兵都变成跑兵了。团长，今天晚上要是不打了，我回去让大家把衣服都洗一洗。你闻闻，都馊了。这事啊，你们营里自己安排就是了。饭来了，嘿嘿，好，来，还有条鱼没做呢。团长，您看您是亲自做呢，还是按照您的？这条鱼必须我亲自做。好，等着啊，准备开饭。哎，料酒带了吧？带了。团长做的鱼真是啊，上次吃的剩余鱼刺了，可不是嘛。你不得吃啊？你团长呢？烧鱼呢？啊，小杨，你可以啊！这菜刚上桌你就到了，今儿算你有口福啊！来，坐下来。行了，别吃了。旅长命令，马上开拔。开拔？开哪儿啊？330高地，9点钟之前必须到达。哎，我说小杨，这饭菜不端上来，你这命令也不到。这鱼要炖好了，你就到了。你小子属猫的吧？哟，杨参谋。来，先尝尝团长亲自烧的鱼，鲜得很呐！来，行了，我说的是真的，我带着旅长的手谕呢。行了，你别忽悠了。旅长要是有命令，那早从电脑上发来了，打电话发电报，哪个不比你跑得快？就是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来，给小杨夹副碗筷。来，咱们先吃饭，天塌下来，吃饱了再扛，好不好？来，别吃了。不是你什么意思你啊？你捋不了都敢跑这撒野是不是？看我动你小子！啊！哎，这不是杨参谋吧？朱团长，我是带着旅长的命令来的，这是旅长的手谕。小杨，小样，你怎么没把战区陆军司令员搬出来啊？啊？就是啊，咱们当兵这么多年了，光听说过国军长官有什么手谕，还没听过解放军也有手谕。你自己看。朱团长，因近来通讯系统被蓝军渗透和破坏，为了保密起见，旅部与各团无线和有线通讯暂时关闭。特派司令部杨参谋携带我的信前往你团，传达部队命令。一营长、二营长、保障营长到，命令部队即刻启程。是。团长，这饭不吃了？等着吃板子吧。部队先走，饭菜你想办法送到330高地。出发！馒头好弄，可这刚下锅的面条该怎么办？各营注意，各营注意，马上进入阵地，20分钟完成射击准备。目标535，风向西南，风速20到28。报告，进来。报旅长。炮团已经到达330高地，正在展开。好，杨参谋，交给你立功。旅长，立功的是您的手谕，要是没有您的手谕啊，炮团那几个营长非把我吃了不可。10点整，炮火准备没问题吧？没问题。不过，炮团从今天早上出发前吃了顿早餐，到现在还没吃饭呢。他们在路上停留这么长时间，就不知道开火做饭吗？刚端上来，您的手谕就到了，谁还有心吃饭呢？炮团，好样的！
摩步三营有消息吗？没有，可能和朱团长他们一样，收到了蓝军的假电报，也停在路上的某个地方了。去吧。是。队长，你怎么了？炮团已经按时拉上来了，摩步2营特战大队也都抵达预定位置了。怎么说呢？当初真不应该把摩步1营留在澄海。如果现在1营在身边，1营、2营2个摩步营，外加特战大队已经潜伏成功，我们对蓝军就是绝对的优势了。可惜啊，过去的事儿就别提了，留下1营也不是坏事，起码山豹旅没敢动咱旅部，只能在家属院搞点小动作。这动作还小吗？政委都搭进去了。可是现在，报告，是炮团冯副团长，进来。朱团长让我把这2份命令送过来。旅长、参谋长，我们是今天下午5点钟接到旅部电报通知，要我在距狼山50公里处停止前进，就地宿营待命。这是电报内容。你们送这2份命令来是什么意思？朱团长希望旅里解释一下，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们？哎呀，这话说的，怎么跟歌里唱的似的啊？冯副团长到，回去转告你们朱团长，都是我的错，错都在我楚占刚身上，不解释了。演习过后，我到炮团做检讨，请你再次转告朱团长，如果这次他还能首发命中，我给他申请2等功。是。你说这造假造到我头上来了，韩鹏啊韩鹏，有我收拾你那天。旅长，电子对抗营已对蓝军实施强电磁干扰，指挥所与前沿部队的电台已经全部更换新模块，无线通讯已全部恢复联络。好，摩步2营和特战大队联络上了吗？报告，是洪大队长。进来。报告旅长，特战大队大队长洪毅前来报道。洪毅，多亏了你这特战大队啊！报告旅长，我特战大队3个中队已经潜伏在535高地下150米一线和西面成功，随时可以向535西侧任何目标发起攻击。报告，进来。报告旅长参谋长，摩步2营前来报道。好，请你们俩赶来，就是要当着你们的面，做发起总攻前的最后一次作战部署。在此之后，只能按时间节点，看你们俩之间的相互协同了。是，过来。炮火准备马上就开始，炮团开始轰击蓝军阵地后，摩步2营开始向敌前沿运动。炮火一停，摩2营发起冲击，待2营占领蓝军第1道防线，并吸引蓝军主力后，特战大队从西侧领地发起攻击。你们都明白吗？明白，我马上去准备。去吧。是。我不明白。不明白。不是，我们已经潜伏到蓝军的鼻子底下了，不用等2营占领蓝军的一线阵地，我们就可以先发起冲锋。尤其是我埋伏在西面冲沟2侧的队员，他们可以攀上悬崖，绕到蓝军的背后进行偷袭啊！不，那里啊，已经出了演习区域，你们从冲沟里爬过去，谁能看得见？什么谁能看得见？看不见才叫偷袭啊！我的意思是说，首长看不见，你们冲过去还有什么意义啊？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首长看不见？我管他看不见呢！我上去以后才有机会偷袭他的指挥所，打乱他的部署，这样摩步二营正面攻击的时候可以减轻很多的压力。这正是发挥我特种兵优势的机会呀！你呀，根本没有理解旅里的作战意图。我怎么没理解？洪大队长，先听旅长说完吧。旅里原来的作战计划是，摩步二营从正面担任主攻，你们特战大队和摩步三营2个连从东西两侧发起助攻，装甲团向535南面做佯攻机动。但是眼下，摩步三营跟在炮团后面，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到现在联络不上，只好临时派特务连从东侧发起进攻。这样打起来，也算有一个像模像样的进攻态势。当时我就反对把摩步一营留在家里，你们非不听。摩步一营是山地作战主力营，攻打535防线正合适。你们非把他们留在沈海，守着一个空营房，有什么用啊？本来楚占刚对自己留下一营已感懊悔，身边人谁也不敢再提这事儿，就像身上的伤疤不宜再揭。恰恰弘毅是个一根筋儿，哪壶不该提哪壶。大战在即，红军这边却闹起了别扭，会议开成僵局。而蓝军方面也不平静，作战方案迟迟未能确定。田丰大队长，参谋长啊，攻击330的时间确定下来了没有？哎，别提了，作战参谋们是为先侦察还是先打，吵了20分钟。怎么能这样呢？你赶紧下决断呐！可是双方说的都有道理啊。我看不如我先带一个中队飞过去，发现红军的炮阵地就打，省得来回折腾。我觉得你这个方法倒是可行的。那我就先通知2中队准备，你下命令就是了。好。这样，旅长来了，这点事儿还得由旅长定夺。旅长，这怎么回事？到现在攻打330高地的方案还没有定下来。为什么？周天平和葛云各提出一套方案，一个是希望先派出无人机侦察，要把情报搞准确，要考虑成本核算，做到精确打击。这个方案可以马上实施。但是葛云呢，他的方案突出一个快字，他不希望先派出无人机侦察，而是通过卫星侦察定位系统确定红方的炮阵地，而后将数据传输给210公里外的远程火箭炮营，由远火直接实施饱和式轰击，这样红军就没有任何喘息的机会。这个方案也可以啊，马上实施啊。是啊，可是陆航的邢峰大队长也提出一个方案，我认为也不错。他什么方案？邢峰大队长，哎，过来一下。旅长，说说你的想法。我的想法是，与其在这边等他们争论，不如我带2中队先飞过去，查打病局，发现红军的炮阵地就打，先用超视距空地导弹打，再飞近了，用火箭弹打，如还有残敌负隅顽抗，就用航炮再实施一轮对地攻击。如果说不能完全摧毁他们的红军炮阵地，也能够遏制他们成功的向353高地顺利发起攻击。你这个方案没问题，马上实施，快！是。哎，不是，旅长就这么定下来了？先让他们飞起来。你想想，这离330高地至少需要10分钟的路程，他也不会飞直线，还得利用地形隐蔽接敌。离发起总攻至少20分钟的时间，20分钟啊，咱们可以做好多事儿呢。好多什么事儿啊？这周天平和葛云呢？哦，韩参谋，把他们俩叫过来。无指打、地炮打、远火打都可以实施摧毁效果。再说了，我们有无人机，为什么不用？你当人家红军是傻瓜吗？就在我们头顶上侦察，就不打我们吗？打下来又怎样？无人机成本低，咱派架过去就是了嘛。哎，别吵了，别吵了好吗？我跟你们俩说啊，你们俩说的方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不能说哪个方法就更有效，就绝对的精准。330高地方圆10公里，地形十分复杂。红军一旦知道咱们的意图，他们会马上转移阵地，那个时候咱们就容易扑空了。下面我命令，马上派出2架无人侦察机对330空域进行战场侦察，同时要监控打击效果，把所有数据发送到远火营、陆航指挥塔还有行风机组。2，命令陆航大队2中队
在接近330高地红军的炮阵地之后，马上对其进行空对地导弹以及火箭弹的攻击。陆航大队3中队立刻升空，形成第2梯队，在远火覆盖之后，立刻接近330高地，对残敌进行精准打击。是。好，这个方案好。好是好，不过什么？我给你30秒阐述你的观点。旅长，我觉得此战应该精准打击。经过伪装的敌炮阵地，现在很难以摸清准确其坐标参数，但是只要他们一开炮，红外波就会向导弹指引目标。我们最少派出2批次武装直升机在10公里以外隐蔽接力，在红军炮火准备前1分钟升空1000米，用对地导弹对红军炮阵地发起超视距攻击。直升机同时将目标精确数据传至指挥中心数据库，并为远程火箭炮指引目标，由远程火箭炮发起第2次打击。好，非常好，就按你说的办。参谋长，走。第2批次4架直10由你带队，在行风机组的后方进行空中指挥。是。红军指挥部已运动到我前沿2支部队电台联系已开通，其中经我们分析，有一部是909旅摩步2营，一直在中路随红军指挥所行动；另外一部很陌生，情报中心分析，应该是一直隐藏的那支特战大队。那这么说，他的特战大队行动非常隐蔽啊。是，我也觉得这很有可能是楚占刚深藏不露的一把杀手锏。这楚占刚过了安西渡以后，突然把行军的速度放慢，看来是有目的的。没错，他对一举攻下535防线有足够的信心，所以才会这样按部就班的推进。小谭，到，上传命令。是。红军炮阵地遭受我第1波次打击，炮火准备必然不足，发起总攻的时间必然有可能推迟。此时可派出少量的兵力突袭红军的前沿阵地，摸清红军部署和意图，在我远火实施第2波次打击之后，集中535防线上2个营的80%的兵力，突下高地，一步快速切断红军摩步2营特战大队之间的联系通道，主力迅速对红军的摩步2营和其他指挥所发起围歼作战，争取活捉楚占刚。红毅，我跟2营上去了，希望2个小时之后，我们俩会在535高地再次握手。请旅长放心。洪大队长，你也看出来了，其实旅长挺通情达理的，只是政委没在，大小事都压在他一个人身上，你要理解。啊，参谋长，你就不用跟特务连上去了吧？没事，我们保持联络吧。政委回来了。政委，我还担心开战前赶不回来。您回来真及时，这是旅长发的命令。我看看。在什么位置？9点45，时
现909移动指挥所，在向535方向运动。1洞1跟过去，1洞2、1洞3航线不变。1洞2明白。哎，你回来了！我跟你说，你要再不回来啊，我就变得六神无主了。哎，你算了吧。你别说，我就有点担心你。担心什么？怕我成了909的俘虏啊？不是没这种可能啊。那倒好了，我弃暗投明，加入909，杀个回马枪。要照你这么说，这演习可就好看了，更精彩了。哎，参谋长他们怎么样了？参谋长和邢峰啊，已经接近330高地了。有什么新情况吗？哎，你别说，还真有一个，他们好像在追踪一个新的目标。他们不盯着330，追什么新目标啊？洞洞1、洞洞1、洞洞3发现重要目标。丁凯，跟330朱团长沟通上了吗？联络畅通。参谋长，一切请放心，全团官兵以饱满的热情投入战斗，保证完成任务。909旅指挥车已锁定，请求攻击，请求攻击。要是这样打下去的话，那909旅和808旅的下场那是一样的。参谋长，你看政委徐小春现在还在山包里的战俘营里被关着呢，铁旅长的座驾也被人家导弹雷达锁定，这郝参谋长手里的发射兵焰，这储战岗就彻底被斩首了。是，要是这样下去的话，2个红军旅的下场将会是同样的。这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现状，也是我们必须面临的现实啊！如果此时此刻这是一场逼真的战争的话，那我们可就真的是没脸回家见人了。何止是没脸回家见人呢？那我们都要上军事法庭。洞洞1、洞洞1，我已锁定909旅首脑指挥车，请求攻击，请求攻击。洞洞3，洞洞3，我是洞洞1，等目标进入5号路标段，即可发起攻击。洞洞3明白。韩鹏这个命令下得好啊，他是想让储战岗那个车开出命令之后，在前面那个开阔地，他再发起进攻啊，这样会避免导弹出击疏忽，确保攻击的成功率。长官，这个命令不合适。为什么？打赢不是我们的目的，希望你重新考虑。韩鹏知道，此刻只要他一声令下，郝建国直升机挂架上的2枚导弹就会喷射出去，红军和储战岗的覆灭就在眼前，蓝军也将再度圆满凯旋。作为军人，渴望胜利天经地义，但童飞的提醒却让韩鹏冷静下来。专业化蓝军参演的目的，并不是追求909旅与808旅有同样的结局，而是更深、更远的思考。
动动腰，动动腰，目标已进入5号路标段，目标已进入5号路标段。洞洞3已做好攻击准备，请求攻击，请求攻击。洞洞3，洞洞3，我是洞洞1，取消攻击，取消攻击，按原计划执行。洞洞3明白，取消攻击，取消攻击。司令，政委，讲。那不一定。1洞1，我们已到达伏击区。1洞2、1洞3、1洞4，注意隐蔽。1洞1马上跟过去，与你们会合。1洞1，正前方8公里就是红军炮团330阵地，就地隐蔽。1洞2明白。那就是535防线。丁参谋长，请按计划执行。明白。炮团朱团长，旅长命令。一营准备。放！准备攻击！太棒了！2营准备。参谋长，是330高地，我遭到蓝方导弹袭击，遭到蓝方导弹袭击。洞洞3完成任务，请求返航。可以返航。洞洞3明白。报告长官，前沿线工事全面摧毁，正在组织抢修。我知道了，做好出击准备。是。远火，远火。洞洞1，洞洞1，远火已失误坐标，请求开火。可以开火。报告旅长，330炮阵地再遭蓝军远程火箭炮攻击，2个炮营阵地全部被毁。知道了。导演部裁定，我炮团已丧失作战能力，退出演习。2营，按原计划，
发起进攻。二营，按原计划发起进攻。是。蓝军向2营发起反冲锋了。大队长，摩步2营也发起冲击了。看来是炮火准备失败，只能靠步兵冲锋了。李参谋，马上通知2个中队靠上去，配合2营往上攻击前进。我带1中队从西边冲攻上去。是。您这是搞什么玩意？部队打演习，红蓝2军都有战场全降这个环节，他怎么能这么宣传呢？我跟你说，亲，上交武器，给你找媳妇啊，给你好评啊，真是坑爹啊！还讲不讲政治？哎，人家蓝军的宣传，咱不敢相信。可要是真能兑现，也蛮吸引人的。把他给我打掉！蓝军把2营早给包围了，再这样打下去也是持久战，不如我们直接占领蓝军基地。好，看来我们只有拼了，兄弟们，跟我上！东东幺，我们发现了红军指挥车，冲上去，别让楚占刚溜了。是，出去。
还有30分钟，演习就要结束，我还看不出来谁胜谁负。楚占刚这时候虚晃一枪，肯定是另有其兵。报告，分割创造的部队已完成对红军魔步营的围歼，并且阻击了企图偷袭我前沿阵地的红军特战大队，但我2个机步营也伤亡过半。档案部裁定，我机步1营和机步2营损失惨重，丧失继续作战能力，退出演习。我们还有多少兵力啊？长官，除了守备4个火力要点和前沿阵地的1个排，只有彭副大队长指挥的作为预备队的1个特战大队。是我的失误，不应该过早的出击。通知彭继海，马上掩护佟政委还有指挥部转移。是。长官，应该撤离的是你。我想留到最后。楚占刚要抓的人是你。这个我清楚。韩鹏，现在山豹旅只有一个声音。执行我的命令。报告，参谋长、旅长上来了。旅长，我真为你担心啊！上面情况侦查清楚了吗？韩盟的主力都下山了，没想到有去无回。现在高队长留下的不到1/4，东面只有1个半警戒。他想不到我们会从这边上来。上面只有1个火力点，你回去告诉旅长。等我干掉这火力点，你们再上来。是。上。上！警戒！韩鹏就在那边，我担心。欢迎陆军909旅旅长楚占刚大校光临本所。蓝军山豹旅旅长韩鹏在此恭候多日。报告旅长，我们已找到阵亡的909旅参谋长丁凯，并抓获909旅特战大队长洪毅。把2位战友请进来，同时照顾好外面的红军官兵。是。楚旅长，是这样，刚才在上山的通道上，我的特战大队袭击了你一个特战小分队，并擒获了你特战队的队长洪毅，同时也找到了你部参谋长丁凯。也就是说，当你进入我的指挥所那一刻起，我的第2梯队已经实施了反包围。来了，进去吧。
进来。旅长，你们出去吧。是。各位，坐吧。哎，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演习没结束，胜负还没裁决呢，这交战双方就坐下来喝水洽谈，这难道要握手谈和吗？司令员，距离演习结束还有10分钟。参谋长，您看这要不要现在就通知演习结束？哎，按要求规定，不能提前，也不能延后，0点就是0点。对，看下去，也许是鸿门宴，把声音大一点，听听他们说些什么。各位辛苦啊！你们909旅呢，从东南沿海千里迢迢地赶到我狼山基地，这一路上兵马劳顿，而我呢，却是以逸待劳，有失远迎，实属无奈。哎，对了，我跟你们说一件事儿啊，我没到第1战区的时候，我就听说了，狼山的山泉水甘甜爽口，品尝之后呢，果然是名不虚传。所以今天泉水一杯，以表心意。韩鹏，你现在已经是我的俘虏了。说句心里话，我是真想当一回你的俘虏，但是现在还没有到演习结束的时间。哎，对了，有一件事我忘了告诉你了，你们红军的特战队已经被我们被我们款待着呢，啊，不用太担心。你是不是让我给打糊涂了？是我攻上了你的535防线，是我攻进了你的指挥所，你还有什么可说的？韩鹏，你凭什么在喇叭里胡说八道，说我想升官啊？你没有这种想法吗？嗯，你们集团军的李副参谋长调走之后，你没有想接替他的位置吗？有，谁都有进步的要求，但你怎么能用这种手段来煽动战士、蛊惑人心呢？还有，你怎么可以用金钱来收买腐蚀我军干部战士？你这种做法是非常错误的，也是十分拙劣的。那说明我的宣传手段对你们产生了效果呀，否则你不会着急的呀。不是一般的影响，是很坏的影响，是瓦解军心、动摇斗志、削弱战斗力的恶性宣传。但你别忘了，你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员，山豹旅也是党领导下的军队。当了几天蓝军司令，你还真把自己当反动派了？你说对了，现在坐在你面前的不是你的战友，而是你的敌人，死敌。你错就错在一直把我当解放军，你永远都不相信敌人随时会出现在你的面前。你有什么资格给我上课？楚旅长，你这一路上被我的心理战打得丢盔卸甲，你的炮团呢，不到10分钟就被我的远火彻底摧毁。你怎么还在我面前摆这个王牌旅长的架子呀？我念在你啊，想把这个演习打到底，才让你进了我的指挥部。现在离演习结束还有1分钟的时间，也算你突破了535防线。就算你已经攻进了我的指挥部，如果你想得到这场演习的胜利而满足你的虚荣心的话，没问题，我现在可以让我的战士缴械投降。兄弟们，我们祝贺909旅楚旅长凯旋而归，祝贺楚旅长
荣升副参谋长。韩鹏。 韩鹏和童飞最终放了楚占刚一马，不失为大格局思维，让我看到了山豹旅这支雏豹在专业化蓝军道路上正一步步走向成熟。但楚占刚和909旅的表现实在有些差强人意，不，更确切地说是不如人意。震惊之余，不得不让我思考一个问题：战区陆军的这2支主战劲旅，接连败在了一支年轻的专业化蓝军手下，这种现象太可怕了。如果山豹旅是一股真的来犯之敌，这个后果那是不堪设想啊！难道我们的队伍就这么不堪一击吗？当然不是。那问题究竟又出在哪里呢？演习结束了，谁赢了？没有结果。这叫什么演习啊？各种议论都有。议论啥了？楚占刚败了。首长什么态度？只有掌声。掌声是褒奖。针对演习过程，确实精彩。等首长的奖品出来就知道了。楚旅长，演习过程我都看过了。你在最后关头带领部队攻上535防线，攻进南极指挥所，这种精神实在让我感动啊！是吗？楚旅长，你指挥过的每次演习，我都没落下过吧？要不说你是军内资深记者了。你和王可征旅长都是我的老朋友，可王可征跟你的状态大不一样。好，那说说，我们俩跟同一支蓝军对抗，没有可比性。王旅长这一次真是太失水准了，而你在面对这么不讲规则的对抗中，能够表现出临危不惧、一往无前的勇气，和敢于胜利、善于指挥的精神和意识，我认为你表现出了新时期一名高级指挥员的精神风采。过奖了，楚旅长，我采访过全军很多次军事演习，但这次演习的模式跟以往有很大的区别，出现了一支专业化蓝军部队。我会想知道你对这种对抗演习的模式，或者说是对这种专业化蓝军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你呀，应该去采访王可征旅长，他是第一个跟山豹旅交手的，感触比我深。可王旅长拒绝了我的采访，为什么？可能是这次的失败对他的打击过大吧。不会吧？哎，参谋长，我跟政委的意见是啊，这次演习啊，就不要集中讲评了，各部队呢带回去，自己进行总结，就山豹旅前后2次作战，分别做出2份详细的战法分析报告，要有思路，有磨练，有战术，有战法，以及演习成败的经验教训，主观和客观的认识。我想让山豹旅的2位主官把这2份报告啊亲自交给808旅和909旅，然后让他们主动的把这次蓝军的底也交给对方，这样的话有助于他们双方之间的学习和交流。哎，政委，你的意思呢？好啊，胜不表扬，败不指责啊，找差距、找不足、找原因，当成808、909 2个旅的首要任务。哎，等等。
他的表现或感想也没有说服力。他所指挥的红军在蓝军面前几乎就是不堪一击，而你却不同。你跟这支蓝军对抗，打到了最后1秒钟，虽败犹荣啊！我不认为红军失败了，我们在规定的时间内攻上了535高地。可导演部认为，红军最终并未占领535防线。那就是规则模糊不清的问题了。但红军尽力了。有目共睹啊！但是也有人说，909旅是在跟半个山炮旅对抗，就像下象棋，对方是在让你一支车或一支炮的前提下。哎呀，朱轩老弟啊，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在此之前，我对这支部队，对韩鹏这个人，听都没听说过。是啊，信息不对称也是一种不公平。暂且不论胜负，我倒是很想听听你这位亲身经历者的感受和看法。我认为这种专业化蓝军的设置不具有值得推广价值，因为它的许多方面都超越了竞赛原则。如果我们踢足球，允许抱着球跑，那这种比赛还能看吗？这个比喻很形象啊。作为假想敌也好，模拟外军也好，山炮旅作为一支试验性的军队出现，用于探索训练方法的改革是可以的，但要符合国情军情。那么你认为山炮旅的出现不符合国情和军情？我们不能丢弃我们的光荣传统。训练中的问题，我们要正面教育，正确引导。训练改革的转变，不可能靠一支所谓专业化蓝军胡作非为的搞些偷袭和欺骗伎俩，而巧取胜利就能转变的。说的有道理。其实我跟你一样，有同样的感受啊。适配一下。司令员同志，909旅旅长楚占刚等候演习假面，请指示。楚占刚同志，这次演习就不讲评了。各部队带回去自己总结，尤其是你，回去之后呢，一定要针对这次演习暴露的问题认真思考，败在什么地方。首长，您认为我们打败了？你认为你胜利了吗？你指挥的红军虽然是比王可胜表现的好一点，但是出现的问题本质都是一样的。你不认失败也可以。但是总得思考问题吧，思考未来如何打赢。昨天晚上的建议十分有效啊，成功的摧毁了红军的炮团阵地。还是旅长的决断赢。哎，我是来听建议的，不是来听拍马屁的啊！说说你们的意见。旅长，我觉得您不应该改变攻击红军首脑的命令。是的，在战场上机会只有一次，果断是一名优秀指挥官的基本素质。而你，猫腻。这个我承认，但是决定这个手下留情的是咱们的佟政委。政委？为什么？我们是蓝军，不是敌军。演习的目的不只是为了打赢，
而是要发现问题。我看楚旅长未必领情吧。这个呀不重要，只要达到双赢的目的，这场演习就没白打。不对吧？应该是2个红军旅双败吧？旅长说的双赢，不是输赢的赢，而是要赢得经验教训，赢得理念更新，看到不足和差距，发现训练中的问题，找到提高战斗力的方向。太理想化了吧？我觉得有点一厢情愿。我敢说，王可贞还有楚占刚没有一个会服气的。不服就对了。哎，咱们是军人嘛，咱们身上就得有这种不服输、不怕输的勇气。如果因为这么一仗就认栽了，我还真瞧不起他们呢。你这是怎么了？哎，行了。蓝军出击显神威，战区陆军专业化蓝军部队首战告捷。刚刚组建仅半年的山豹旅，是我战区陆军第1支专业化蓝军部队。在刚刚结束的决战2017实兵对抗演习中，以半个旅的实力，连续击败号称华北虎陆军第808旅和号称华南虎第909旅。山豹旅旅长韩鹏在采访中告诉我们。看报纸了。这韩鹏牛什么呀？只要再让我遇上，看过就行了。哎，参谋长快回来了，咱们先研究一下演习总结的事吧。政委，总结的事儿你就一手抓起来，好吧？你没事了？我能脱得了干系吗？啊？可是我真不知道有什么好总结的。说实话，我刚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和你一样，心里也不是滋味。我也摔报纸，可摔报纸能解决问题吗？你就是来批评我的是吧？我是批评我自己啊。后来我把报纸捡起来，一连看了好几遍。你还能看得下去？我告诉你，我看了开头我就想骂人。哎，这就是你不对了，你都没看完，你怎么能骂人呢？你有什么感想？说实话，我觉得这篇报道还是比较真实的。哎，正好，你有感想，你总结，好吧？我算是看出来了，只要是打了胜仗，你总结起来比谁都积极。要不说饺子舅舅越喝越有呢。旅长啊，老王，论年龄你是我的老大哥，咱俩搭档都快3年多了吧？从我到808旅的第1天起，你就像老班长一样，教我带兵的经验、指挥的艺术、组织管理的方式方法。我从你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啊，也确实感受到808旅的光荣历史和传统。老何，别说了，你跟我绕这些弯子没用。我到现在我还想不明白，但是咱这总结啊，一定得搞，要不在首长那儿交代不过去。你看，既然你想通了，就按照你的意思总结，你就代表我，啊，你的总结就是我的总结，是吧？你写完了，我签字，行吗？旅长，要是这次打胜了呢？那这总结就好找了，训练、管理、指挥啊，战术、技术、后勤保障，还有这个高科技手段、信息网络、政治思想，还有文化娱乐，哪一块抓出来，那都有文章可做呀。可是这次我们是败了，败了，你哪一块拎出来都能抖出一大堆问题，对吧？没错，我们以往就是这么过来的啊。有了成绩，就像盛满鲜花的篮子啊，鸡毛蒜皮插上去都灿烂；出了问题，就像只垃圾桶，随便捡出一块都臭不可闻。难怪你是我的政治委员。但是我认为这次咱们不能这样了。政委，那你说该怎么样？不谈成绩，不谈失败，先解决观念问题。政委，这就有意思了。你说，我当了3年的师参谋长，
师改旅后，我又当了3年的808旅旅长，怎么突然间观念出问题了？这从何谈起？我们确实面临着一个观念转变的问题。各位，是这上面说的吗？上面是点到了，更多的是我的思考。那我好好看看去，好吗？哎，不过最近也不光都是坏消息，也有好消息啊。别逗我玩了。哎，你调正师的命令已经下达到集团军了。真的？是啊。听谁说的？政治工作部前主任刚刚给我打过电话，马上要调你到集团军任副参谋长。6年的副师总算快熬到头了。我先预祝老哥进步啊！这样，晚上到我家啊，咱哥俩啊。哎，旅长，我先走了。这报纸，好好看看。政委，放心，我标点符号都不会放过。报告，进来。很急吗？这份内参，参谋长让我给您送来，希望您能够先看看。内参什么内容？一位资深记者向上级首长写了份内参，对战区陆军建设专业化蓝军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好，我马上就看。啊，给参谋长请进来。是。对于近期第1战区陆军组织的一次实兵对抗演习中，出现的一支试验的专业化蓝军部队，在与红军对抗中，利用红军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意外取得胜利。参演官兵对这种取胜表示出质疑，认为这是一种不伦不类的训练方法，是盲目效仿西方，哗众取宠。搞这种所谓专业化假想敌，和以前的红蓝军对抗演习并没有本质区别。但组建这样一支所谓试验性部队，耗资巨大，监管缺失，军纪不严，淡化了政治思想工作，乱了光荣传统，乱了训练大纲，乱了体制编制，乱了军心民心。参谋长，你看看，这是那个资深记者祖轩写的吧？对，在基地的时候，我跟他探讨过这方面的问题。他对于我们组建专业化蓝军的做法不太理解，没想到他把这个东西还反映上来了。他这个质疑啊，不能说是不对，但的确是代表了一些人的思想和观点。来，请坐。这儿也有一些意见和建议，都是看了这位资深记者的内参，有的是在这份内参的影响下发表的看法，也有的是参加这次演习部队的同志的现场观感。这个山豹旅一出山呢，可谓是一时激起千层浪啊！也有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呢，在添油加醋。有人就说了，如果专业化蓝军部队可以轻而易举地打败红军，那还要正规部队干嘛？再建几支韩鹏式的山豹旅不就行了吗？还有呢，还有人认为，如果将来的演习都跟韩鹏的部队一样，可以胡作非为的话，那部队还搞什么正规化训练，还搞什么政治思想工作？更有人认为啊，韩鹏的所谓蓝军不败，无非就是战区陆军首长给他撑腰，有特权，有先进的武器装备，要是给我同样的条件，我也能答应。不光是反对意见吧？当然了，这里面也收到了几位集团军的领导和训练基地的干部的一些来信和来电。大多数赞同者认为啊，蓝军出击
击中了要害，暴露出我军现存训练模式手段的陈旧、老化、观念滞后。认为专业化蓝军建设是有积极意义的，就是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那也是正常现象。希望能够坚持下去，不要因噎废食。走老路容易，创新嘛，总是有一定的风险。我也收到了其他一些战区陆军领导来的信呢，你看看吧。上面写着，这种尝试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是指专业化蓝军建设。但是可否考虑步子迈的是不是太大，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盲目跃进，不利于训练的改革。而且呢，在我们的常规的模式化当中呢，没有到了那种不可救药的程度。可否考虑常规演习和专业化蓝军对抗的结合或互补？这个建议很好。其实这忧患意识不仅是在演习对抗中强调，而是在干部培养当中提倡的。去推行战斗力的生成模式的转变，新型战斗力的培养，不仅是首长们的意识，也是咱们官兵们的共同认可。要说这次演习有成果，那就是暴露了问题，而且是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我们一些部队的主官还没有真正的意识到，与专业化蓝军对抗的目的和意义，还停留在斤斤计较谁输谁赢的层面上。所以这个状告信呢，都奉到我的案头上了。政委呢还有一些，我们的目标不能变，这条路我们一定要走下去。我跟政委有个想法，战区陆军的领导分头到各个部队去，听一听我们官兵的意见和想法。喂，你好，是808旅值班室吗？是啊，你是哪位？我是孟环南呐。请问你是哪位呀？是老首长啊。报告首长，我是808旅参谋部的金参谋，请问首长有什么指示？是这样，我给你们旅长王可征打电话，他一直不接。给何政委打电话，他也不接，是不是他们都不在旅里呀？首长，旅长和政委最近在训练场，请问首长有什么指示？我马上转告他们。那好，请你转告王旅长，让他抽空给我打个电话。是，首长。请问首长还有什么指示？没有了，就让他给我打个电话就行了。谢谢你，小同志啊。这小子是不敢给我打电话呀！不行，我要再不去收拾收拾这小子，808旅还不知道让他会糟蹋成什么样子。赢得起输不起的家伙！刘参谋到，我去一趟训练场啊。什么事儿这么急？是咱们808旅的第1任师长孟老打来的电话，他肯定是有什么急事啊，要找旅长和政委。孟老？哪个孟老啊？就是老师长孟淮南，咱们808旅的第1任师长，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革命了。离休前是咱们原来的军区副司令员，他要不是有什么急事啊，是不会通过这个内线打到咱们值班室来的。对了，如果有什么急事的话，你打我手机啊。好。
旅长，收获怎么样？到目前为止，没有一条上钩的。